那我先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要这样设置。有很多人他在做日内交易的时候，经常说跟不上，太快。譬如说今天的交易，它并没有哪一个地方是很快的。它之所以快呢，是因为你在这样一种交易界面，如果你正常交易的话，海丽，你先说一说，你先试一下你正常交易的话，假如我现在说买 SPY 130，我随便说个数字，350 call 1块1毛1。1块1，对，1块1毛1，你是怎么做？你刚好看到这个消息，你看我如果看我先说 SPY，然后是什么时间呢？你就末日吧，就末日哈，末日，然后1块1毛，就随便我们你随便找一个了。对，我先翻到那个，然后我找，然后比如我右键，这个是就反正就会找一个，然后右键，然后 buy，然后这样，然后比如说买几个，买3个，然后点一个 confirm 这个样子。对，你一看这样子一做的话，就1分钟过去了吧，对不我今对？天早上就是看到你说那买 SPY，然后我点的时候已经到你的 trim 点了，我就无语了。对，他现在的经话，他还，常会这样。对，经常这样。那你出现这种情况，你看现在这种的话，你点一下，这个时候就已经是1分钟过去了，而且这个是我在讲，你马上做，你才可能1分钟。如果你平时并不是说是一直盯着的话，你那可能就分分钟1分半钟、2分钟过去了。你也知道日内期权它一波动的话，1-2分钟，你可能就已经到了我 trim 的地方了，对不对？就像你刚才讲的，已经到了 trim 的地方。所以就是为什么如果你想是要做日内期权的话，你这样子是没办法玩的，除非你是只是需要我的交易计划，你根本不需要看我的 alert 或什么，你根本就什么都不需要。另外一个一定要我再次说的是，如果你是只能依靠看我的 alert 去交易日内期权的话，你是不适合，暂时不适合，就是暂时还没达到能够做日内期权交易的水平。因为日内期权的交易，它对速度要求非常高。你光看 alert 的话，就像刚才讲的，1-2分钟过去，你买点比我高20%。然后如果我这单我是20% trim，是剩下的是成本被成本打掉的话，你这单就是亏损了，就亏20%了就。对，所以呢，记住这2点，一点就是日内期权速度是最重要的事情。第二点是你不能依赖我的 alert，你只能看我的交易计划，然后你再根据我教你的设置方法去设置 ，OK？ 那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设置好你的界面，这样你的交易速度更快。我们现在开始设置，你首先需要去到的是一个你上面叫 charts 的地方，哪一个？这在哪个地方？再往右，你看到菜单上面，菜单一开始是 monitor、trade、analyze、scan， 然后 market watch， 然后 chart， 对不对？我在这个。当你到了 charts 的时候呢，下面那一行你看到3个选项，一个是 charts， 一个是 flexible grid， 一个是 product depth。然后你点第2个 flexible grid， 这里呢就是你可以设置个性化的地方。这里一般呢就是我放我的 active trader 的地方。那 active trader 是什么呢？ active trader 就是 TOS 里面为那种 hardcore trader， 就比如说 day trader 啊那些，专门设立一种高速的交易的界面。在这种交易界面里面呢，假如只要我把我想要交易的那一些期权都已经放好在 watch list 里面的话，就不用 watch list 就直接放在里面的话，我基本加上如果我用键盘快捷键的话，我可以1秒钟不到就能够完成下单，或者1秒钟不到就完成改单出单，所以我的速度是非常快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在这个地方怎么样把它设呢？我们先要点在 on demand 下面有9个圆点，在最右上角然后就选择 customize grid。你们自己现在有电脑的话，也可以跟着这样子一起来做，要不然的话，到最头来还是要靠看那个录像的话，也是一样的。所以如果你们要做的话，你们打开做，然后你会把你的麦打开。如果你还没跟上那一步的话，就跟我说，你们要停一下，等一下这样子。有人是现在一直跟着做的吗？
我在做。那点一下 Customize Grid， 那这样子呢，你东西都能做了。然后你点了之后，你会看到所有的窗口中间都会出现两个加号，一个斜号，然后还有什么 Sidebar 啊那些东西。然后最下面呢，你还会看到有个 Order Entry Tools。现在你做的什么呢？就是把 Order Entry Tools 上面的向下的箭号点一下，把这个窗口给关了。哪一个在 Water 是哪 Order 是 Entry Tools 下面，我没看见它是什么。然后再往下，再往左。Order 啊，把这个关掉是吧？对。哦，这样子你这样啊。这样子你就变大了 ，OK。然后你现在需要做的是，我们现在的界面上是有5个窗口，上面有个图，下面有3个窗口。那你现在需要做的是把下面的第2行的第1个窗口，你点一下它中间那个格子的那3个中间，把第3个那个斜线那个地方点一下，把它关掉。那这不是又出来一个？这是啥？对，这个不要紧。好，关掉之后呢，你会发现它你左边那个表里面出现了2个东西，一个是图，一个是 Active Trader。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子呢？因为它这里同时打开了2个功能。那你会看到在中间2个表的中间，你会看到有TRD、TSAT、BTNS、CPS、DP、L2N 这些东西是竖着的，往左一点点。这里也有，但是往左，对，你会看到 AT 跟 C 这2个都已经那个灯是亮了的，表示这2个都是选了。那 AT 是什么意思呢？ AT 就是 Active Trader。C 是什么意思呢？ C 就是 Chart， 就是你的图。那这里如果我这里我只需要 Active Trader， 我不需要图，所以我就把 C 给点一下。哦，那它的 Chart 就没有，对不对 ？OK， 那因为我这里我确定我只需要 Active Trader， 所以我那些 Sidebar 都没有用处的，我就把那一个窗口的 Sidebar 这个钩子给去掉，这样我就可以，因为如果我是用笔记本的话，我每1寸的屏幕它的空间我都是有用的，笔记本比较小嘛，所以你把 Sidebar 那个钩给去掉，在中间那个框框那里。在哪里？往左边，你的 Active Trader 那里下面，对，现在这样子的话，你的 Active Trader 呢又多了一点点的小空间，对不对？OK， 那我们现在看到是有3个窗口，那我们现在看右下角的窗口，那你下面呢，你是出现了 Level 2， 那 Level 2呢，你们看不看？对我们做日内来说没有多大的用处。因为你时间那么快，你看了也没有多大意义，所以呢，我们就把 L2 这个灯也关掉。Level 2是什么意思？是干什么用的 ？Level 2就是人家那些挂的单子，其他散户挂的单子，还没有交易的等待交易的单子。好。那你现在呢？我们是有3个窗口了。你做日内交易呢，一般是需要看3个时间跨度的，一个是2分或者5分，一个是15分钟，一个是天的，一个是日线图。那在我们调日线图的时候，我们先把右下角的那个图的 Sidebar 给去掉，因为不需要了。怎么去来着？我又忘了。中间那个在这好了。OK， 然后但我们现在只有2个图，那怎么办呢？在上面那个图那里，你会看到它的中间的格子那里有2个加号。如果加号是在下面的话，它就是往下加1个窗口；加号是在右边的话，就是往右边加1个窗口。那你现在点一下，再往右边加1个窗口，这样子你就变成是3个图出来，对不对？你有4个窗口。上面一个图，右下面一个图，然后右上角这个你还没有定，没定你在那个 Enter Symbol 那地方也打上 Amazon 吧。
然后你现在这里也已经是图了 ，OK， 那我们就把 sidebar 那个钩子也去掉，然后把右上角那个 sidebar 也去掉。OK， 然后呢，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又再回到 on demand 下面的9个点，右上角，然后把 customize grid 给这勾给去掉。OK， 那你现在呢？需要做的是把你看到左上角的那个图上面 ，Amazon 旁边有个数字2，对不对？然后你需要把它旁边的那个图那个链接地方也改成2，这样子你3个图跟 Active Trader 都是连接起来，但是你实际上是不想要这样连接起来，为什么呢？因为你 Active Trader 应该是你一个期权在交易在那个里面，而不是那个股票。但是你看你交易的话，你看期权的图没有多大意义，你是要看你交易的股票的图，而不是期权的图。所以这时候呢，你就要把 Active Trader 里面的2给去掉，你可以把它随便改成3也好。link 吧。把它改成3。哦，好的。OK， 那你现在在左上角那个图就把它改成是5分钟。啊，在哪里能看到改成是5啊？这个地方吗？哎，这个啊？对。然后呢，旁边那个改成15分钟。大家都能跟上吗？现在？可以。哎，不对，我怎么开了个？这是等于哎这你那写个 D 字，啊那个字母啊啊啊 D 啊啊！这个地方啊，好，5 minute 好改成15分钟。啊，15。然后在下面这里已经是日线图了，这个就不用改了。OK， 那你现在呢？右手边这边就大概设置完成，还剩下我们现在下面要设置的是 Active Trader。那你会看到 Active Trader 里面呢，它有好几个那个按键，对不对？它按键那里有Buy Market、Sell Market、Cancel、Reverse 和Flatten。我解释一下什么意思。你 Buy Market 就知道大家都是市价买，Sell Market 就是市价卖，Cancel 呢就是把你那里面现有的单子给取消掉。Reverse 呢，这个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实际上就是说，如果你原来是有那个买了 put 的话，你 reverse 的话就变成卖 put，然后就是你做空变成做多，做多变成做空，直接这样换，那用途是不大，没有，我不怎么用。Flatten 呢，就是一键清仓。你在那里无论你有什么仓位，你一点 Flatten 的话，就全部直接市价卖掉。这个呢，就根据你们交易习惯呢，稍微需要，这个不改也没所谓，这个稍微改一下，因为有些东西呢，它的那个 spread 会比较大，我们就点一下它旁边的那一个这个工具的号，对 configure button， 点是不是没反应？我点了呀，不是这个吗？我点错了吗？哦，你是分享屏幕的时候你看不到另外那一个，哦，原来是这样子。那我改一下。有个新窗口出来吗？有，就是 customize 那个窗口。可这个组这不要紧吧？你现在你这里需要的 button 呢是大家现在能记下来看到了。哦，现在记下来都能看到了。OK，继续。你能看到的是把 reverse 给去掉 ，remove 掉。好。然后呢，quantitative button，这个没所谓，然后再加一个 buy ask，然后把 buy ask 放在
buy market 的旁边把它上移，好，然后点 OK， 然后在 buy market 的旁边呢有个小箭头，把它打开，这样你所有的按钮都能看到。嗯然后你看到这里呢，就是如果你买期权的话 ，quantity 那个地方就是你买1手、3手、5手、10手、20手这样子。如果你本身交易的不是很多的话，可以直接把它改成1、2、3、5或者1、2、3、4、5这样。因为如果你觉得你平常都不会说买个20手期权的话，你放个20没有多大用处，对不对？这个怎么改？所以呢，在这个设置这个呢修改不是在这个地方改，这个修改是在另外，我们现在先不管。然后这个 auto set 这个要勾掉，要不然的话，每次你买东西，它都要问你确认啊，这个你又得多花几秒钟的时间。嗯好，然后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个地方，下面的地方呢，就是你实际上交易的地方，你会看到，你随便把一个 Amazon 的期权放在里面吧，你去到 trade 的地方，然后找 Amazon。你把那个 trade grid 给关掉呀 ，OK， 你就随便找一个下个星期的，随便找个 call，哪个怎么关？这个把这个这个也样关掉关了是吧？好好好。对，这个也关掉，然后你找个下个星期吧，下个星期的，比如每随便找个都可以了。好。你右键点不是这样子，你是右键点它，然后 copy，然后然后回到 chart flexible grid， 对，然后你在 Amazon 输入的那个地方直接 Control P， 然后回车，然后这个就出来了。那你在这里呢，你需要做的是什么呢？你在 sell 那个表格那里下面 sell order， 因为你能看到 price ask size sell orders， 旁边是有一个又是那种工具的符号。sell order 这个地方。对，然后 customize。你这里能看到它上面写的是有 volume、buy order、bid size、price、ask size、sell order。那个 bid size 用处不是特别大，可以把它给去掉 ，remove item。然后 ask size 也没有多大用处。你这样我比较喜欢放呢，当然你这个你以后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调节。我比较喜欢做的是把 P&L open 放进去，然后就 OK 了。然后当你有交易的时候，你所有的你的每一个价位，你的利润是多少，它这个就会显示出来了。OK， 那设置呢，这里就已经基本上是设置完成。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那个 watch list， 你把那些 watch list 都清掉不需要清掉，把 watch list 把那个数字2把它改成3。然后呢，你再把这个 Amazon 的东西把它这个也不需要了。你现在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什么？你随便点一个你上面 watch list 里面的那些，它马上自动就你的 active trader 马上就会自动的改变了，对吧？那你你想不好意思，我的 watch list 那里没有那个2改3那个按钮。有的呀，都有的呀。那我这边为什么它可能是没有一条锁链的这样一个图形。没有找到，没关系，我晚点再看怎么弄。它是长这个样子的，就是一个这个地方有一条锁链这样的那个东西啊。对啊，我这边没有了。没关系，晚点再弄。OK， 对，我在改成3的时候，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 watch list 已经和你的 active trader 就已经完全连接起来了。那你想象一下，如果我早上譬如说我今天早上我给的是我都忘了今天我给的是什么了。
今天早上给的是2个，一个是 Tesla 200P，对不对？然后一个是368 call，然后再不稳的话是365T。那你就把那3个，你现在把你 watch list 东西都给删掉吧，你直接点一下，然后不是这样，你点一下，譬如说那个 spy 221，再往下，对，你点一下那里，然后点一下删除键，不是，你直接在键盘上点一下 backspace，啊然后回车，然后 OK，可以这然后你把我样是吗？刚才讲的那3个都放在里面 ，spy 3。你用下个星期的吧，spy 3什么 spy 2368呀，跟368 call 啊，365P 啊这样子。下周一的对啊，我问你随便放几个，放一个 call， 放一个 put 就好了，那个没多大所谓的。这是 P 的，对，好右键点一下，然后 copy， ，copy，或者你用直接，还有另外一个办法，你先放这个进去。好，下一个办法就是你再找一个 call， 随便一个 call 不要紧，右键点，然后 add to watch list。那你就这个也加进去了，对吧？那如果我想，比如把这个 UUP 删了，就这样删了就可以了啊，就这样删，然后回车，它就没了。对啊，那就没了，对啊。原来是这样可以，很厉害。然后我们回到去你的交易界面，对不对？然后假设我们先把 Amazon 的改成 Spy， 把那些技术图 Amazon 都改成 Spy。我们假设现在都变了，假设你现在你的 Active Trader 也已经是选到365 call 365P， 就假设现在 Spy 是往下跌 ，OK， 你也选到365P， 那它在往下的时候，你的 quantity 那里已经是应该要选择好了，因为你大概是要花多少钱你是知道的，对不对？如假设它是现在是1块钱，你本身你的仓位控制就是你只玩300块钱一手，就是每一单子只有300块钱，那你的默认就应该是已经选好是3手了，你就点一下3。好，那假设现在 SPY 它已经刚刚跌破一个触发点，那这个时候你就马上要么就 buy market， 要么就 buy ask， 你就完了，这样你不就跟上，这样你就跟上，所以你实际上你的时间应该也就是半秒钟左右的时间。那 buy market 和 buy ask 它价位有区别吗？没有吧？是有区别没？如果是 SPY 这些的话，完全没有区别。那什么是有区别的呀？那种 spread 稍微大一点的，因为你不想你看你 buy ask 的话，你一点的话，你就选到是你看到的那个 ask 价格，但是你有时候你会出现什么情况？如果你直接点 buy market， 它刚好在你点了一下的时候，它所有的 ask 那些单子被买掉了，它下面一个单子是非常非常贵的那种钓鱼单，那你就中招呀。所以最好还是 buy ask。Spice、QQQ 啊、Apple 啊那些都没多大所谓，就是什么 Tesla 啊，那些流动性好的没所谓。好，那就 buy ask。等你需要卖的时候，假设你已经是有3手，对不对？你要卖的时候呢，你就把你的 quantity 把它改成1。假设它现在已经到20%的利润了，你得把 quantity 改成1，这样你就直接 sell market 就好了。或者说你要没事没事，我这没事。或者说你是做那种你已经是限价单，你知道你要在什么地方卖，你做一个限价单，那你就直接在 Active Trader 的下面那个表格里面
在 sell order 那一行，那不是行，那一栏，啊在那个地方，你去到你想要卖的价格，你就点一下，它就会自动的设立一个 sell limit order 了就。啊，哎对，哎怎么点不动？比如我想在0.2、0.33卖，就怎么点不动？比如我想点这个45，点不动呀。你要点 sell order 那一行啊。哎，怎么点不动？我这个现在你盘后了你也点不动的。就正常情况下点在这里，它会出，然后它就会在这里出现一个，比如 sell 3个，比如我有3个，你是先选你这个操作的单数是多少，然后到它的旁边那里你就一点一下，它就下一个单子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下单子速度那么快，因为实际上我一点一下就可以了。可以。或者说我看到我已经到了某个百分比了，已经是我直接就点 sell market 也一样，就是我不点卖那个 limit order。或者有时候譬如假如说我有时候我买的期权是1块钱，那你会见到我有可能设的一个限价单就是卖的2块钱，因为这样子刚好就可以发信息说100%了嘛，翻倍了嘛。所以我就在它刚好翻倍的那个地方设一个 limit order， 它一 fail 的话，我就直接就发信息了，对不对？嗯， OK， 大概的设置就是这样子，我把它简化，就是简化性。但具体这些图的设置，你们再回去看其他的以前的视频里面有讲过怎么样设置这种技术图。那这边这个 active trader 这边这个蓝色的柱状图是什么东西呀？比如这些蓝色的，这个是它的 volume， 这个是它的量，就是它有多大交易量。这个836它是以什么为单位？以 million 为单位吗那是多少手 contract？ ？contract 这就是在有836手 contract 在0.36这个位置发生。有可能是 thousand 836,000的。应该不会是 thousand 应该。这样你会知道，就是说，譬如说有时候你会发现，哎，怎么有时候我的单子它明明到那个价格我 fill 不了啊，因为是很多人在等着 fill 啊。你们跟着设置的都设置好了吗？那为什么能看到别人的 volume 这个地方？为什么能看到别人的呀？这个 volume 这个地方？因为散户的东西都是给人家看的呀，散户是裸体的呀。好的。散户是最不值钱的。这样解释明白了？散户就是被人家输血的，送肉的。可以。你的大腿肉就是人家的晚饭。我昨天跟你们解释这种利害关系啊，我就跟大家讲一下，在股市里面，那种 hedge fund 大机构 smart money， 他们是吃大头的，他们是吃肉的。像我这种人呢，就是像一个寄虫一样，跟在他们身上就喝口汤的。那其实你们跟我也一样，也就是喝口汤而已 ，OK？ 其他的人呢，就是被割韭菜的。这个就是厉害，这个就是整条食物链就是这样子了。所以为什么说大部分人，我觉得很奇怪，有好几个月之前有人问我嘛，既然那么多散户都是不可能赚钱的，为什么大家都还冲进股市来呢？对不对？很简单啊，你有希望在里面啊，有希望的存在就会有人来进来。大家都，而且媒体都讲嘛，什么长期以来啊，股市都是赚回报率都是正的呀，什么8%呀，一些投资啊，长线啊，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这个确实是对的，但这个并没有，但是大部分人都不是这样说，一买就买好几年、几十年这样子，大部分都不是这样子。你的 401k 到最后的话，可能应该是赚钱，基本上是赚钱的，就10几年之后、几十年之后肯定是赚钱的。但如果你作为一个散户这样子，
本身自己又不愿意去学习技术，或者没有什么交易体系的进来的话，99.99%都是亏的，因为你要看你的对手盘是谁，然后你就很不是说很 arrogant 啊，就是说很直白的，如果你想一下，如果你的对手盘都是像我这样的人，你会觉得胜率，你的胜算有多大？就很低吧，0.5%吧。所以，而且我很坦白，我就这个普通的一个那种 professional trader 的那种平均水平差不多，平均水平好一点吧，因为我见到别人的胜率也没有那么高。但就是你想一下，对手都是这样子，交易又讲纪律，对不对？又会花时间去研究，又明白 macro 又明白 micro 这种东西，所以一般散户来说呢，他就是那种叫血战里面的血包，输血用的，基本上没有什么打赢的可能。OK， 今天设置的这个还有其他问题吗？那我有个问题，就是你说设置那种 alert，就比如说你盘前计划说今天我们在拿多少什么点位是，如果低于这个线我们就 put 它，然后那我们这个该怎么设置？设置这种你说的这种单子？那个条件单子那个有你找那个 conditional order 那个录像里面有讲，因为这个一讲的话又得讲半个小时，这样又得讲挺长时间了。我们今天就只讲界面的设置。好的。如果你只是想要一个 alert 的话，你可以用，反正呢，你从现在开始呢，下单就不应该走这个 trade， 然后下单这条路子，因为这条路子的话，你得花1-2分钟才下完一个单子，对，而且在手忙脚乱的时候，你可能1-2分钟还下不完呢。你必须得把你所有你当天要交易的东西都提前都提前把它抽出来。这种工作是必须要做的。就是如果你一定你想做好运营操作的话，这些所有的东西都不能跳过。本身做 day trading 就是所有交易里面最难的交易方式之一。既然你要挑战，既然你要去做最难的那种交易方式之一的话，那这种基础的准备工作你必须得做，要不然的话你谈何胜算？除非你是有一天是那种 trend day， 就是单方向的一天的，当然那种的话，你那种是狗屎运了，你怎么买怎么都赚，没有什么好说的。但是如果你是那种 chop 来 chop 去的话呢，最近的时间都是这样 chop 来 chop 去的话，你不做这些的，肯定经常会发现，怎么我一买就跌，怎么我一卖就涨，怎么我一空就涨，怎么我一多就跌，大部分时间都是这样子。还有其他问题吗？没有。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在日线图把那些线都标出来的话，你三个图那些线都会出来的。譬如说你在日线图你在下面日线图那里右下角再往左一点点，这里吗？右上角就是那个图那个线那个地方，这个地方不是往下，你看到374.29那个地方吗？下面绿色的370下面374.29不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对，那个地方是不是对应着有一根红柱这怎么看在左手边一点点，是不是有根红柱？绿柱的左手边是根红柱，对。你在那里随便画一条线的话，不，这个画线那个复杂，你还没到那一步，建议又再多加内容的话，又太复杂化了反正你在那个地方你做标记的话，对，你在所有的不同时间段的图里面都会显示出来。那这样子，假如你画的一条线是在374，
那你在那个5分钟图那里就能看到一条374的图，那条线，在它突破的话，你就知道它是突破的是一个日线级别的阻力线。那日线级别的阻力线比那种5分钟图的级别的阻力线呢是更可靠有效很多。这是为什么要看 multiple time frame。OK， 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哎，对了，这个 set up 啊，可以把它share给其他人的，就是在右上角有个好像齿轮的那个 set up 的，然后点你在一下。 set up 那个地方呢，你先得保存，这样你换电脑啊或者怎么样啊，你都可以直接就把它复制过去。就是在 set up 那个地方右上角那里，对啊，set up 啊，对，然后你就叫 save workspace。啊，as trade 然后就 save， 然后 save 之后你可以 share， 然后再点那个 set up， 然后就是 share workspace， 啊，这样你就可以分享给别人用，好的，或者说你在不同的电脑之间换来换去这样子。可以。OK， 还有其他问题吗？没有的话，那大家周末愉快。拜拜。OK，拜拜。谢谢。不客气。好。